OK， 兄弟们，赛550S，我知道你们催了很久啊，来了，刚到店办完手续我就骑出来了，好吧？这个后面的那个坐垫那个膜都没撕，崭新的16公里。OK， 是这样，那个很多朋友在拿这款车跟那个贝拉利的552R 去对比，是一样的发动机，调教有没有不同？好像有不同。待会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！还有一点要说一下，就是钱江说那个这次的烤漆啊，什么3喷2烤，我当时说实话，我觉得他吹牛逼的。不过你要看实车的话，的确这次的这个漆水工艺不一样，它明显厚一点，那个手感不一样，好吧？你们看一下实车，这次钱江在漆水方面是下了点功夫的。这个后排气这块不好看，不是很好看。赛550S 的配置还要过一遍吗？售价29999啊，布雷博马祖旗前后都是布雷博，这钱江嘛，你知道的，配置一定是给你拉满的。别的方面我不一定特别强，但是配置我一定是国产里面最顶的。还有这个大灯这次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知道我现在是通电状态下的，但你看灯是不亮的，对吧？就现在很多的那个国产车可能是效仿那个国外的车，那个通电然后灯就亮，然后它这个现在有个按键，灯在这儿，摁一下，我们看它这个会有一个跑马灯的效果，好吧？这是一个亮灯的状态。我刚刚骑过来的时候挺温柔的，我想把这个最真实的第一感受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，好吧？我们来先听声浪。我怎么感觉还是没有到万转呢？哦，对，我上次骑那个贝拉利的552R 的时候，我对那个车评价挺高的，很平顺，很舒服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感受一下这个赛550S。松离合不给油，出去这下还行，给。哎呦，这个油门，这个油门，这个动力，油门比之前要好啊，要清晰一点。这个给油开油这一下，但你看它这个动力有多猛吗？翘头啊，看到吧？给油就翘。这辆车新手到底能不能骑啊？有没有新手上来提了这款车的？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我现在在普通模式，我还不在这个运动模式，给油就已经翘头了。我的天哪，29999的价格给新手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预算空间里面给到一款这样的车，这个动力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它动力感觉比那个贝拉利调的要凶很多。这给油就翘还得了吗？啊？啊？它是怎么调的呀？它跟那个552的那个转速差不多呀，都是没有到万转呀。可是这个动力来的怎么这么凶啊？一模一样的数据跟那个552R，但明显要比那个快很多。这还只是在普通模式之下。骑行姿势的话，它的脚踏我感觉比那个552也要高一点，比较战斗。手把虽然是讲有一种这个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像这个在三星的下方是一个比较偏战斗、偏仿赛的这么一个手把，但实际上来讲，它这个手把的握距比较开啊，它没有往里面收，它比较开。也没有其实很战斗这个前面的姿势，但是脚踏的位置非常的战斗。刹车的话，因为新车啊，
讲实话，这个后刹的这个刹车力度也很强。现在是后刹，就是这个布雷博的这个小后刹的确很好用，刹车力度很够。OK， 主观视角看起来怎么样？是不是挺壮的？我感觉现在钱江的车挺适合那个体型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们去骑。我靠，3档哎！2档，我都不敢想这车过了磨合期以后得多暴力。新车咱就不把那个转速拉太高了，你大概感受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OK， 前方进入隧道，感受一下这个车的声浪。先从1档开始听，然后我慢慢的往上拉。我这么跟你们说，就是我发现钱江现在造车的这个感觉啊，就我那天有在想，就是钱江的车到底是什么一个定位呢？它到底想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呢？或者这个品牌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那天突然琢磨了一下，我在想，它会不会就是相当于我们本土的肌肉车？就是你甭管我这个车操控怎么样，或者是就有多细腻也好，好吧，但是我给到你更大的排量，更合理的价格，我也给你一身名牌，马祖奇、KYB、博雷博，我能给的我都给你，我价格也合适。像之前赛6不就是的吗？一堆配置，180的后胎4缸，我给到你一个非常强的体感，但你别说我有多快，我也没多快啊，可是我就是能让你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比别人快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因为我自己也喷钱江的车操控不好，或者速度没有那么快啊，但就是对配置。但我不得不说，就是钱江是懂中国消费者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，他给到你的所有东西都符合你的日常使用，这是最让人讨厌的。就你可以在，就是网上大家都喷钱江啊，这车不照，但你正儿八经掏钱买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靠，这好像给的挺多的，很难说，对吧？我是有这种感觉的。就你看它这个发动机，我为什么说它跟那个552不一样呢？但实际上它又有它好的地方，它相当很平顺，可是给油的那个动力反应又要比552要强。就是它的普通模式，也就是552的运动模式，好吧？102断油，我140斤啊，它是能做到102的断油。这个声音怎么样？你看我在轰油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那个发动机啊，包括油箱下边那一块，就基本上发动机传来的那个震动感很强。然后低扭调的很足，在你松离合给油那一下，车就会有一个很强的动力等着你去用。这个就是我们国产的肌肉车吧，我觉得。
我来靠到边上来聊一下这款车，我对这款车还的确有挺多要说的啊，不仅仅是从驾驶角度来讲，来聊一聊。反正第一眼看过去啊，就是漆水很惊艳，好吧，漆水非常惊艳。那这个后视镜加这个条是干嘛用的？防撞吗？不知道它这个干嘛的。那个钱江这次那个尾灯不是一体化了吗？啊，就没有那个中间那个尾灯，然后转向灯跟这个是集成到一块的。能不能就是以后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？这个看着挺一般般的。然后如果能加到后视镜里面就很好看了，会一体性更强，从侧边看过去更凶一点，好吧 ？OK， 我大概总结一下，跟老款的550有区别，肯定比那个好，跟贝拉利 552R 不一样，贝拉利 552R 更舒适，震动抑制的更棒，但它没有这个动力，好吧？这个动力非常强悍了，29999的价格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钱江这样真的好吗？你这纯秀肌肉呀！哇，你们逆行啊，还是我逆行啊？哦，他们逆行。OK， 我为什么说这款车是我们国产的肌肉车？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啊？就是，类似低扭的感觉，但人家的操控可能会好一点，好吧？然后高转的那个延展性它没有，它都在前面。但是这个车的价格、它的配置、它漆水工艺各个方面，就包括钱江这么多售后门店铺在这儿，就是还有质保啊，有什么问题都直接给你换新。哎，你骂他也不是，你夸他也不是。钱江的车就很符合一个新手对摩托车的需求，我给到你非常强的动力，很直接。啊，你骑到我的车，你一给油你就知道我这辆车很猛，因为很多新手会误认为动力猛就是好车，不是说啊，钱江那个，不是说你车不好啊，只是说在目前的这个你做的这些产品来讲的话，你比较偏向于让大家更直观的感觉你这个车动力很强，操控的话肯定是还没有那么棒的，这个很明显，你要是说这个。我说这个操控没有那么棒呢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就比如说你要觉得，你说它操控不好，肯定是你技术不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一辆车的操控好与不好，要通过技术的强弱来体现的话，这样我觉得也不太好。首先这个车的价格定位啊，可能会有很多新手去购买。那新手最直观的就是上来这辆车好骑、轻，动力线性，没错吧？所以这个操控好与不好的话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上手我就觉得这辆车过弯啊各个方面好控制啊，这是在我看来的好骑。如果我们只是谈论技术问题的话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好吧？我的天呐，钱江29999，你给大家一个1档可以动力翘头的车，赛450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比同级别的要凶了，你现在赛550S 把价格放到这个程度，还这么凶。如果纠结这款车跟那个450SR 的兄弟们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，身高高一点的朋友，然后那个壮实一点的，你去尝试一下这款车，你看你能不能 hold 住，它动力非常猛，它的操控，你的那个身材大一点的话，对你来讲可能会好控一点，身材小一点的兄弟们，可以看看别的。我很担心就是身材小一点的朋友，我真的有点担心你们能不能控好这辆车。我们接着边骑边聊吧，好吧？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车的运动模式，感受一下。我的天，他为什么不让我选这个动力模式啊？是因为新车的关系吗？哦，打着了以后，运动模式开启了。靠！试一下吧。我靠！这动力模式前轮就用不上了是吧？哎，我不知道新手能不能骑，我觉得新手不能骑啊。但这是新手的价格，钱江你要搞什么？
试下3档起步怎么样？哎，要是他妈是5档，是6档，我来试它6档起步。